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有事儿吗？你问我有事儿吗？我还想问你有事儿吗？你究竟什么意思呀？我说的已经够清楚了。什么就说清楚了？咱们在一起3年了，你一句分手就完事儿了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咱们真的不合适。不合适？你现在说不合适了，我喂你吃苦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？你家人看不起我，逼我还钱的时候怎么不说？那些事儿已经都过去了，总说这些还有意思吗？我为什么不说？不就是他们逼咱们分手吗？他们还让你相亲，不然你会认识那个女的吗？还为了跟他出国甩了我吗？这些都是我的决定，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再说我已经给你补偿了。我不需要补偿，我付出的一切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。我就想跟你在一起，跟你结婚。喂，看到了一对情侣之间的争吵，在这个争吵之中，谈到了一点：谁欠谁的，谁不欠谁的。如果情感需要用欠和还来进行对比的话，那么这段情感就真的要出危机了。掌声请出他们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辉，25岁，来自河北技术园；女嘉宾小红，24岁，来自河北，还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？愿意。愿意。是大学同学吗？是的。谁追的谁啊？是他追的我。就是在那个一次朋友聚会上嘛，我当时看他挺懂礼貌的，然后就是跟我同学要了他的手机号，然后给他打电话啥的。感情好吗？我们感情挺好的，就是前几天他跟我说他要跟我分手了，然后要跟另外一个女的一块儿出国。我想出国也是有我自己的工作打算的，也是为了我自己的一个更好的发展前途嘛。再说了，我不也是给了你一定的补偿吗？你别给我提那补偿了，什么补偿呀？当时不是这么说的，就是他妈妈说那个就是我要考上研之后就给我那个2万块钱当做是学费嘛，然后就是前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是那2万块钱是给我的那个分手费。不，等等，说的有点乱哈，我慢慢来说好不好？你们交往期间一直很顺利是吗？不是的，我们大二那个交往的时候就是特别开心，然后就是过了半年之后，他们家是市里的，然后他就领我去回家见他的父母了，我就特别委屈。就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，他妈把那个门一开嘛，就摆了一脸就臭脸就上来了嘛。不能这么说。我妈妈他们不就是喜欢一个干净吗？大包小包的拎着给你妈妈带过去，我容易吗？一进门他们家有一个那皮沙发嘛，当时他妈当着我的面就把那个布毯就铺在上面了。就算一个普通朋友来，也不用这么嫌弃我。还有过我吃饭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我不能吃鱼，非得让你妈给做鱼吃，我对那敏感。那也是我妈妈的一个好意啊，当时也有其他菜呀，你也可以吃啊，又没说让你完全吃那个。他是好意，可是我当时当着你爸妈的面能不吃吗？不喜欢吃你可以说嘛。我在你们家受多少委屈，就是去你们家，你妈每次不都做这个呀？就因为你爱吃鱼，我不爱吃鱼。哎呦，就给你吃点鱼，你能委屈到哪儿去啊？不是这样的，吃完饭之后给他那个刷盘子什么的呀。我不就打破你们家一个盘子吗？哎，你妈就上来一顿臭骂，什么笨手笨脚的呀，就是农村来的人，说了一顿。他当时站在旁边都什么都不说。是我妈妈的朋友在国外带过来的，毛手脚的给打破了，我只能向着他。这个给到我们一个信息，实际上面是男生的家里面不太喜欢这个女生。我妈妈刚开始对她是有一些偏见，但是后来一点点的也说通了。然后后来才会发一系列问题嘛。就是当时我又不是那考研嘛，报那个考研辅导班，6000块钱是一个全程的班嘛。然后我当时也是我挺爱学习的，我就说我自己可以学，不用报这班咱也可以考好。他就不相信，他就说那个你报班还保险点。他也是觉得他们家可能条件也比我好嘛。然后我也挺感动的，就背地里给我出了这6000块钱，就是给我报上了嘛。主任这块我特别感动啊。因为那时候我也在上学嘛，然后那张银行卡呢是我妈妈给我办的，然后是绑定了她的手机有那个短信提醒，当时一下子花了6000多块钱，让我妈妈以为我这卡是丢了，还是说被上当受骗什么的，然后我妈妈当时就给我打过电话来了，问我这钱是怎么回事。然后我一说给他交学费了，当时确实是我妈妈有可能心情没太平和，就给你打电话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。是他妈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，就是他妈给我打电话，我就挺高兴的。结果我一接电话就一顿臭骂，他妈就特别彪，然后就说什么。你这样有意思吗？每次见面都一直吵。我妈都没有骂过我，她上来就说我的情，我就冲他们家钱去的，就为了跟他在一块，就是为了他们家钱才跟他在一块的。之后呢，发生了什么？这件事儿怎么消除的？然后就是他妈妈让我还钱，我就说还呗，本来自己报班也不应该花人家的钱呀。啊，钱还给你没有？还了。这个你妈妈给他打完电话之后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
当时我妈妈给他打电话，我不知道，事后是他告诉我的。你的态度是什么态度？因为当时我给这钱给他交上以后，然后我如果要是说不让他还上这钱，我妈妈就要和我断绝关系。这个钱你是怎么还给他的？就是我做兼职啊，然后就是我一共揽了3份兼职，当时我一天喊9个小时，嗓子都不能说话了，你难道就不知道吗？对，这个我知道，但是我就是尽快想把你的钱还上，不是？那时候他还钱的时候，你今天是来干嘛的？就是想和他说清楚这些所有的事情。根本说不清，就是他们家里人就是一直在阻止。怎么了？接下来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？姑娘，咱们接着给他相亲啊。然后呢？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什么？他给他妈妈，他去相亲就是应付他妈妈。啊。然后到慢慢的就是相亲的频率越来越高。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：“你别去了，因为我当时也挺单纯的嘛，我就不让他去了吧。”他们家就把他那个经济来源给断了。就他不去相亲，他妈妈就不给他生活费了。对，是这样。然后呢？但是我却不知道，就是他就背着我用我给他的钱去相亲。我是为了什么？当时我和家人闹成那么僵，又是为了什么？那也不至于拿着我的钱去相亲，我自己都舍不得。有一次我给他洗衣服的时候，我就发现2张那个电影票跟那个饭票，200块钱的那收据啊，我自己都舍不得吃200块钱的饭。他确实能让我想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我当时和家里边缓和关系，不就是想在家里边拿到一些那个生活费什么的吗？好，他拿你的钱去相亲，后来又发生了什么？就是现在就跟那个女的要出国嘛，然后他也不跟我说的，然后就还要跟我分手，我觉得我都死得特别惨。今天咱们是来解决咱们2个的关系，我只想和你说清楚，和他没有任何关系，好吗？要留学了。对。家里让你去的。也是我自己想去。你什么时候跟他提出来的说要分手？时间也不长。到现在这个手分掉了吗？没有呢。今天你来这儿的目的是要跟他分手吗？对，是的。分手的原因是什么？你能告诉我们吗？因为就是说我要出国嘛，然后为了自己的以后生活什么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他就是被他父母洗脑，他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。然后出国什么时间回来还不一定呢，所以想让他不一定，我也可以跟你出国呀。我怕耽误到他，所以让他找到他自己的幸福。OK， 好。那我现在想问的是说，你现在有新的感情吗？现在属于有吧。你们俩打算一起出国？是的。那个女朋友是爸妈介绍的？对。家庭条件还不错？对。门当户对。最主要就是说我妈妈他们还是比较认可他吧。你妈妈比较认可那个女孩，你打内心呢？我也还可以吧。好。那你要说清楚的是什么？你想跟这个女生了断的是什么？就是想和她说清楚，然后以后祝她幸福，请她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。不要再纠缠你了。对。你们在这个小片里你也提到过，说有给钱什么？那个钱是指什么？那钱就当是给她的一个补偿吧。给了多少钱？2万，因为我们2个在一起了3年嘛。他当时不是这么说，他说的话就是他妈妈说要考上研的话，就给我2万块钱的学费。现在又变成补偿费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好，你家不就是在骗我吗？好，我哪有骗你啊？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结了婚能离婚吗？不离婚。能吗？不能离婚。不能离。那男的把你往死里打，那男的天天在外面花心，离婚吗？他就不是这样。我问你呢，能离婚吗？不离婚。就是结了婚之后，一个男人把你往死里打，在外面花天酒地，你也不离婚是吧？离婚啊？离婚。到底离还是不离？离。这小子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地道哈，一会儿老师们会说啊。他听话，他妈妈他也孝顺，我觉得他听话，他孝顺，你觉得他爱你吗？我们之前挺好的。我问你，他现在爱你吗？我觉得他说的不是心里话。怎么办呢？来，老师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辉，你到现在为止还没跟他完全的分手干净。对。也就是说，到目前为止，从名义上来说，她还是你的女朋友。对。这也是事实。所以小伙子，你出国加出轨，目的很明晰，就是让他出门。在整个过程当中，你确实有些事情做的是不地道的。我不说你妈，你妈妈可能认为这个媳妇，未来的媳妇我不喜欢，这是老人的想法。关键的问题是，你妈妈这么多次让你去相亲，而你呢，
旁边是有一个女朋友的。对，如果真的喜欢的话，那你就不应该去啊。对啊，你一次一次的去相亲。因为那时候要是说不去相亲，我父母身体都不好嘛，不想和他们闹得太僵嘛。我现在发现，你真的把你的家庭、把你的父母全部推到前头，任何事情，哎，我家里说的，我没办法，我是听家里的。我想这个脑袋是长在你的脖子上的，所以小红，只想和你说，爱情是要有尊严的。你在这个男人面前，在这个男人的家里毫无尊严，太爱一个不太爱你的人，这不是爱情，这是犯贱。小红啊，其实现在到这样的局面，我觉得做一个女人不要做得那么卑微，真的会被人家看不起的。他都已经说得那么清楚，我现在都不喜欢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硬的去撞进去呢？你这么做的话，他不会不开心的，因为他其实已经有另外一个人了嘛，他已经有那个心已去了别人那里，你自己还一直撞过去，最终心痛辛苦的是你自己。谢谢。真的是不要那么卑微，抬起头来找一个更爱你的人，可能你的结局会更好。这件事你们俩之间的感情从一开始其实就是一厢情愿，这么几年吧，一直你在付出，没有看到他什么样的付出。他对我也挺好的，我觉得。你太傻，如果他真对你好，怎么会有一次又一次的相亲？他就是特别听他妈的话。这是表面的，真是听他妈的话吗？真是因为他要跟你在一块儿，他妈就会断了他的生活费吗？你觉得作为人的母亲真的会因为这件事断了自己儿子的生活费吗？还真以为他被人洗脑呢，你的脑子被他洗了。你不光是卑微，其实你还缺一点教育。你看你跟他对话当中，你有半点尊重他的母亲吗？这更增加了你跟他是不可能在一起。你刚才说他对你好，对吧？是。所以你现在恨的不是他，恨的是他爸妈，对吧？这招借刀杀人玩得漂亮。你说他对你好，他对你什么好呢？就是我觉得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在那个学校里边，然后也我们一块儿吃饭，都一块儿下课什么的，都挺开心的。这就叫对你好了？我过生日什么的都给我买礼物啊。他所有的钱不是用的他父母的吗？给你交学费的钱，给你买蛋糕的钱，等等等等。当你们俩要同甘共苦的时候，你要他打工，他不是没跟你去打工吗？他也是在家没有做过那样的事。那不就是了吗？如果爱一个人的话，愿意看着你受苦吗？不要自欺欺人。我问你这个问题：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，他忍心让你一个人受苦，而自己不愿意搭把手吗？他愿意吗？好，第二，他要是真的爱你，他会拿你的钱去相亲吗？而且是你辛辛苦苦挣的钱，他连搭把手都没搭的，你拿你的钱去相亲，心爱的你的人会这样做吗？不会吧。而且还告诉你，如果真的爱你的人，或者说爱过你的人，他不会翻脸翻得这么快，他不会说我去国外马上身边就有眷侣。所以说种种证明，他以前都是用着父母的钱营造了一些你想要的假象的温柔，而他自己一毛钱、一点心血、一点血汗都没有流，都没有付出，这个你承认吧？承认。所以你还自欺欺人干什么呢？如果爱情生活当中两个人都是真的，那就轰轰烈烈、刻骨铭心爱一场。如果爱情生活当中两个人都是假的，那就逢场作戏，大家热热闹闹的玩一场。但最可怕的就是一真一假，结果呢，到头来就是冤孽。但是假又分为两种，一种是主动的假，刻意的欺骗，这种人当然罪该万死。但还有一种叫被动的假，这种假也许不是罪大恶极，但是这种人更害人，他就是被动的假。其实你早就想分手了，为什么不早说？其实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权利，家庭条件好也不是错，但是你早就想分手了，为什么不说？
一直不知道怎么去和他说嘛。但是你明明知道，你越晚说，凭着他这种歇斯底里的盲目的性格，会越痛心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现在你老实的回答我，你什么时候开始萌发出想要分手的念头？大概在上个月吧。上个月是相亲，拿他的钱去相亲的那个时候吗？对。你宁愿拿着他的血汗钱去相亲，也没有勇气跟他说，其实我根本不爱你，我早就厌倦你了，我要跟你分手。甚至你不光不说实话，还要把这个假话说到自己父母头上去。你这种人更害人。其实一直以来是他主动，我几乎可以断定，你从那第一刻他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不是很喜欢他，你只不过是被迫的接受，不讨厌而已。但是在之后久而久之的接触过程当中，发现他歇斯底里的盲目的性格，再加上父母看不上他的家世，你越来越讨厌他，但是你还是不敢说出我要跟你分手，所以就造成了到今天这个局面，你想甩都甩不开的烫手山芋。你碰上大事了吧？现在回想一下，如果时间可以倒退到之前，你会早说吗？也许会吧。所以说你可恶就可恶在这里，生活当中有些人总是不爱，却偏偏要等到找到了下家再来说分手，这种事儿很让人恶心。你不明说，你就这么默默的接受着啊，反正家里的钱能用一点我就用一点，断了我就不用。他呢，在我没有找到下家之前，他爱我就爱我一点，虽然有点烦，他好歹对我不错，不用我挣钱，可以挣钱给我花。但是等我真正的找到了下家之后，我就把你一腿蹬掉。就是这个举止非常的卑鄙。你不爱你早说啊，你知道他是这么冲动的性格，这么较真的性格，你害得他变成这个样子，你再这么逼下去，再拖个2、3月他会疯掉。所以你坏就坏在这儿。我现在跟他的全程对话你看见了吧？我说的每一步他都认为是生活当中真实的发生吧。所以我再问你，姑娘，你要怎样？你还要怎样？还是他父母的错吗？还是他自己的主意？你还要继续往下掉吗？如果你要往下掉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想什么呢？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不知道怎么办啊？都是这样嘛，对吧？付出那么多，不是骂骂就行。接下来再给姑娘和你都留点时间，真诚一些行吗？背叛了就是背叛了，不要把理由推给别人，这就不道德了，对吧？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我呢也要出国为我自己的事业去打拼了，然后我要走的时候，我可以祝跟你你幸福吧，然后希望你不要再纠缠我了。我没有纠缠你，我就是想证明给你妈妈看，然后我可以上进自己赚钱，我不会就是因为我家庭条件不如你们家好，让你爸妈瞧不起我。我想告诉他，我不是为了你们家钱才跟你在一块儿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跟那个人才认识了几个月呀，咱们两个这么深的感情，你忘了吗？当时咱们一块儿去爬泰山的时候，你说过的。说话。那个，现在我已经做出我自己的决定了，这些真的和任何人没有关系，都是我自己的决定。然后呢，你以后希望你以后也能找到你自己的幸福，没有，好吗？我觉得就是你爸妈逼你这么做的。我说的很清楚，这些真的都是我自己的决定，希望你不要再缠。时间到，我们给姑娘一些时间啊，生活会给她时间的。这个版本特别像那个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地主老财家的那个少爷，看上一丫鬟，说我多爱你。后来那丫鬟就真相信老财，他就喜欢了。丫鬟说：“我可以改变，你们娶了我吧。”但是在地主老财家里面，老财总是认为说丫鬟就是个丫鬟，改不了。那是丫鬟的问题还是地主的问题啊？丫鬟想做一辈子的丫鬟啊？不想。那就把腰挺起来嘛。两位请交换箱子。哎，请关门。
接下来看看这个姑娘如何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。博龙暴龙眼镜提醒您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来，就是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最后确认一下，看看他到底这次出来没有出来，最后一次了啊！我给他这次机会，如果真的没有出来的话，我就去找自己的幸福了。哦，哎呀，好，是个好姑娘，那脾气还是要调整一下的啊。我就是比较直，以后别那么自卑了，好吗？好，加油吧。祝你幸福，请回。